在视频的开头，想问问各位，对植物人了解多少？其实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，植物人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群体。虽然生活当中没有接触过，但在许多影视剧里面，总有植物人被唤醒的桥段。比如手指轻轻一动，他们就彻底恢复，回归到了正常生活。当然，电视情节总是过分夸张的，植物人能够醒过来可没有这么容易。不过有数据显示，超过40%的昏迷病人都被误诊成为了植物人。这一比例可不小，大家想象一下，你明明能够听见医生和护士在谈论自己的病情，也能够听见家人的碎碎念，可整个人就像是被困在身体里一样，无论你怎么尖叫、怎么呐喊，都没有办法出声。可怕的是，这样的日子很有可能就要持续到生命耗尽的那一天。如果说一个人被误诊成为植物人，那未免也太过糟糕了，光是想想都让人觉得后怕。可实际上，这确实是一个名叫罗姆·胡本的人的亲身经历。1983年，23岁的罗姆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，他不仅精通4种语言，还热爱武术，每天都活力满满。可是，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这一切。罗姆侥幸活了下来，但一直昏迷不醒。与此同时，医生提醒家属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罗姆很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。显然，家属无法接受这一说法。此时为罗姆治疗的比利时医生采用国际公认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 GCS 对他进行检查并评分，其中最佳睁眼反应得4分，最佳语言反应得5分，最佳运动反应得6分，总分在3到15分之间，分别对应了轻、中、重3种程度的脑损伤。然而，罗姆的评分不尽人意，医生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，判定罗姆已经从昏迷状态转变为植物人。当然，他的父母从头到尾都无法接受这一说法，尤其是母亲菲娜，她几乎每天都陪在儿子身边。仔细观察后发现，他似乎是有意识的。就比如在为他穿衣服的时候，罗姆会轻微转头，对此医生将其解释为无意识的反射动作，要不然就是菲娜看错了。为了证明儿子不是植物人，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，罗姆的父母一共带他去了5次美国，力求寻找到更权威的医生。然而，在医生的屡次叹息声中，父母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破灭，直到他们遇到了神经学家史蒂芬·劳瑞斯。当时，史蒂芬和他的团队正在使用最先进的扫描系统，对类似昏迷不醒的患者进行重新评估。他们每年至少要检查50人，对患者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跟踪监护。而测试结果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，因为史蒂芬惊讶地发现，有些被划分为植物人范畴的患者，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。既然能够追踪到一点意识的迹象，哪怕是最微小的部分，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植物人。而罗姆的病例正是他们遇到的最为极端的例子。2006年，史蒂芬对罗姆进行了 PET 脑部扫描，检查结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。罗姆的大脑几乎能够完全正常运转，也就是说，他拥有清醒的意识，不是植物人。只不过罗姆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无法向外界传达这一切。与此同时，得知结果的菲娜激动万分。事实证明，还好他没有放弃，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完全是正确的。紧接着，史蒂芬开始尝试与罗姆进行交流，渐渐的通过引导，罗姆学会了移动脚来回答史蒂芬的问题。对于一位沉睡了23年的人来说，这是相当大的突破。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，罗姆接受了高强度物理治疗后，他不仅能够躺着看书，还能够用1根手指和轮椅上的一个特殊触摸屏敲出想说的话，从而与外界进行交流。据罗姆交代，在事故后的第一时间他就醒来了，发现自己无法控制身体，他试着尖叫呐喊，但整个身体依旧动弹不得，这让他非常的恐惧。一开始，医生和护士还会在他眼前打个响指，尝试与他说话，做各种测试，但眼看罗姆没有办法做出反应，渐渐的，除了家人之外，医生和护士都已经宣布放弃。可是病房里面发生的一切，罗姆其实都很清楚，可他却像被封印在身体里，只能静静的观察着这个世界。其中最让罗姆记忆深刻的，便是父亲去世的消息。在听到母亲的哭诉时，罗姆非常的悲痛，他想抱一抱伤心欲绝的母亲，可身体依然没有丝毫的反应。曾经罗姆也设想过自己会在病床上逐渐消耗掉生命，但他还是渴望有一天能够与外界得到联系。所以当史蒂芬出现时，罗姆就知道自己终于能结束这长达23年的活死人状态。事后，史蒂芬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，他认为植物人经常被误诊，罗姆的情况应该被归为闭锁综合症。为此，史蒂芬拿德国的情况举了一个例子，每年至少有10万人遭受严重的创伤性脑损伤，其中大约有2万人昏迷3周以上的时间，其中一部分人会死亡，一部分人则恢复健康，但每年依旧会有3000至5000人处于非常尴尬的一个阶段，活着但就是醒不过来。那么，什么是闭锁综合症？它和昏迷植物人状态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首先，闭锁综合症也被称为脑桥性假性昏迷，是由于双侧皮质核束和皮质脊髓束受损，引起患者几乎全部丧失运动能力的症状。这类患者睡眠觉醒周期正常，意识清醒，语言能力无障碍，但因为不能张口说话，四肢瘫痪，很容易就被误诊成昏迷，甚至是植物人。其次，昏迷是一种意识不清的状态，不能自发睁眼，患者就像是睡着了一样，双眼紧闭，无法唤醒。最后，植物人是指因严重脑损伤、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严重意识障碍，通常表现为昏迷、无反应、无意识，有自发的睁眼或反射性睁眼，同时丧失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功能。另外，植物人也有睡眠期和清醒期，但生命体征相对的平稳。如果确诊了闭锁综合症，那治疗方法只有2种：支持疗法和沟通训练。在早期，患者通常需要靠人工呼吸辅助器。进食和饮水也都是通过胃管来接受的。其余的支持疗法还包括了预防褥疮、肺炎、尿路感染和血栓等并发症，以及提供物理治疗，防止肢体挛缩。最后是至关重要的沟通训练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需要治疗师与患者摸索出一套适用的沟通方法，比如眼球向上看代表了 yes， 向下看代表了 no。闭锁综合症是非常罕见的重病，那病人能够彻底恢复吗？只能说可能性非常的小，因为大多数患者都会失去精神功能，只能用眼球运动来交流。不过有一部分患者还是能够恢复身体的某些部位的功能的，但也只是极其轻微的程度了。茱莉亚·塔瓦拉罗也是一位闭锁综合症患者。在1966年8月6日，32岁的茱莉亚经历了2次中风和脑出血后，一直昏迷不醒。经检查，茱莉亚不仅身体右侧瘫痪，还不能说话，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，因此医生判定她为植物人。在疗养院里面，茱莉亚度过了整整6年时间。尽管她的母亲和姐姐都觉得她能够感知到周围的环境，但护士从不理会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这些患者就像是植物，根本就不需要用心对待。直到1973年，茱莉亚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，因为家人在旁边说笑话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茱莉亚脸上竟然有微笑的表情，她明显能够听得懂，并非没有意识。很快，家人带茱莉亚拜访了一名治疗师。就这样，对方问了她一些问题，茱莉亚确实可以通过转动眼球来回答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在治疗师的细心帮助下，茱莉亚的情况大有好转。事实证明，她完全有思考和交流的能力，只不过需要时间训练。后来，茱莉亚收到了一辆可以用开关控制自己的轮椅，以及一套特殊的书写工具，方便她与外界交流。重获新生的茱莉亚备受鼓舞，她再一次燃起了生活的希望。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，她不仅写了自传，还在各大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诗歌。最终，在1998年，茱莉亚设法离开医院，搬进了残疾人护理机构。毕竟，她已经能够相对独立的生活下去了。当然，还有一些类似于被误诊的患者，就比如一个叫做齐亚帕的人，他在某一年的平安夜中风后便陷入昏迷中。然而，齐亚帕虽然瘫痪，但意识还是完好无损。只可惜医生在最初的诊断当中非常草率，他们只用了手电筒照了一下眼睛，随后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。可还没等齐亚帕眨眼回应，医生就已经转身走了，只留下了一句：他将变成植物人。好在妻子和孩子们据理力争，央求医生重新进行诊断。果然，在2个星期后，齐亚帕被诊断为闭锁综合症。8年后，虽然齐亚帕仍然口齿不清，但他已经能够吃软食，并且可以通过专用的键盘交流。那让我们回到罗姆的故事。23年的植物人、误诊，甚至还要出书，这些关键词足以让罗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当然，这其中还有不少争议的声音。就比如纽约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雅各布·阿佩尔，他就表示，如果没有别人的协助，罗姆根本就不可能与外界交流。他认为，正是因为有协助者握着罗姆的手，才能做到快速打字，这完全是骗局。而在此过程中，罗姆的眼睛也只是微微睁开而已。为此，史蒂芬对罗姆和另外2位患者都进行了更严格的测试。然而，结果不尽人意。他给这3人看了一个物件或是一个单词，和之前不同的是，最终考验他们的人并不是史蒂芬，而是换做了一个陌生人。但是有2位患者没能识别出同一物件，其中就包括罗姆。很显然，罗姆与外界的交流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么顺利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史蒂芬的发现还是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的。要知道，昏迷就像是睡眠一样，也有不同的阶段，需要分段进行检测。而像罗姆这样被误诊的患者不在少数，比利时医生就使用国际通用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来监测罗姆的状态。遗憾的是，他们没能进行准确的评估，从而错过了罗姆大脑仍在运作的迹象。因此，史蒂芬认为，如果要确诊一名植物人患者，那医生必须要进行10次以上的检查。那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这种被提前判死刑、放弃生命的滋味可真是不好受。其实，在类似事故发生后，患者通常会服用大量的止疼药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不会也影响了意识的恢复呢？再加上人的意识状态本身就是非常微妙的东西，单凭1-2次的检查确实很难做到既全面又准确的诊断。
况且总会有一些较为极端的案例。可悲的是，当一名患者被打上植物人的标签，除了家人之外，他还能得到怎样进一步的关心呢？基本就是被放弃了。可惜这一条条无处安放的生命，终日被困在人形躯壳里，又有多少人能坚持到被人发现的那一天呢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不用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